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值得去，给大家看看我的橙子树，今年结了不少橙子。我们往这边看，这边结了一个柠檬，这个呢就是我去年嫁接的一个柠檬枝条，嫁接在我这棵橙子树上了，所以现在这棵树呢可以同时结两种不同的果子。柠檬因为不能当水果吃，一般我们家就是泡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用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买一棵树，整树的柠檬吃不完也比较浪费。但橙子是我们家比较喜欢的水果，所以我就希望能在这棵橙子树上有1到2个枝条，结几个柠檬就够我们家日常所需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橙子树上或者任何柑橘类的树上嫁接另外一个品种的枝条。嫁接的话，首先得有一棵柑橘类的树作为砧木。我这一棵是柚子树实生苗，那么柚子、橙子、橘子、柠檬、青柠这些都是柑橘类的果树，金桔也是，它们相互之间是可以嫁接的。然后我们需要选一些枝条做接穗，也就是你想要嫁接在砧木上的另一个品种的枝条。选的时候要看有没有饱满的芽点，你看这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有一个鼓鼓的芽点，这种枝条作为接穗就非常好，很容易成活。今天给大家介绍2种不同的嫁接方法，芽接和披接。我们先把接穗处理一下，把叶子剪掉。这里呢，千万不要用手去掰叶子，要用剪刀在这个位置把它剪断，留一个小叶柄，方便等下嫁接的时候操作。我们先来说芽接吧。柑橘类的树是非常适合芽接的，看这个剪好的枝条，找一个比较饱满的芽，连同叶柄一起切下来。切的时候要小心哦，刀要尽量的锋利一点，像这样左右摇摆的方式往下轻轻的切，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切到手了。看这个芽就取下来了，我们拿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碰到这一面，留着叶柄。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叶柄进行嫁接操作了。我们在砧木上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切出一个倒梯形，这样下雨的时候，雨水比较不容易流到伤口里。雨水进入伤口囤积的话呢，树就比较容易被真菌感染。切完后，我们把小刀插入树皮，把树皮撬开。树皮应该是比较容易撬的，如果你觉得有阻力，可能是刀口不够深，切梯字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树皮切断。好了，入出树干了，我们把刚才取的芽插进去，一个手捏住叶柄，一个手轻轻的从下往上推，让整个芽都插到树皮里面，树皮紧紧的包裹住这个芽点。然后呢，叶柄就可以不要了，轻轻的掰掉，看多完美。最后用嫁接缠绕膜把整个切口包起来。有些柑橘类的树会长很多刺，你看我们包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刺弄断，所以要小心一点。这棵柚子实生苗我已经种了4、5年了，至今没有开花结果，所以让它有产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嫁接了。嫁接完明年就能结果。第2种嫁接方法是披接法，我们找一个合适粗细的树枝，上面的枝枝杈杈都不要了，全都剪掉。接穗的粗细呢，要跟砧木差不多，把接穗的底部削成一个 V 字形。这种嫁接方法同样也适合其他的果树，比如牛油果啊、苹果啊等等。好，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在砧木上开一个口，从中间用刀劈开。这个时候也是要用左右摇摆的方法，轻轻的往下劈，不然的话很容易劈到手。然后呢，我们把接穗插进去，可以撬开一点，用刀撬开一点。这时候尽量不要用手去接触这个伤口，容易形成感染。插进去之后呢，我们把形成层对齐。如果接穗和砧木的粗细差一点，没有办法两边都对齐的话呢，我们只要对齐一边就行了。最后同样用嫁接用的缠绕膜包裹，这里呢最好是把整个接穗都包起来，防止风干。缠绕膜还可以起到类似温室的作用，
不仅锁水，还保温。经过几个星期的养护，只要秸穗没有发黑，那就应该是成功了。但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嫁接已经很久了，但是芽点就是不萌发。你看这周围的伤口已经愈合了，这个芽却迟迟没有动静，那是因为顶端优势啊，把养分都抽走，往上面输送了。芽点周围没有足够的养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芽点上方进行短结。我们来看一下实例。这个柠檬啊，是从这个枝条上长出来的。这个枝条的嫁接点呢，往下走，在这里，大家能看到吗？当时在旁边呢，也是有一个枝条的。我用的是芽接的方法，嫁接成活后呢，我就把旁边这个枝条剪掉了，所以营养啊就没有办法往那边走，然后呢就集中供应到嫁接的这个芽点上。所以这个芽点萌发之后啊，就长得特别粗，当年就开花结果了。你看这个柠檬长得多喜人呢！我们再来看这一只，这个是我嫁接的另外一个品种的柠檬，这个当时用的也是芽接的方法。看，在这个叶子下面，这里就是嫁接点了，已经愈合了。当时呢是插了个芽在橙子树的树枝上，成活后呢就这样长上来。这里1、2、3个是嫁接后第1年结的果，已经被采收了。在它的旁边呢，它又继续长，这就是今年马上要开的花。所以我们选秸穗的时候啊，一定要选已经开过花的成熟枝条，这样呢会大大缩短结果的时间。这种一树多果的嫁接方法特别适合小庭院或者是盆栽果树，不需要太多的空间，就能同时拥有几种水果在同一棵树上。怎么样，心动了吗？学会了赶紧试试吧。